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Hello， 大家好，我是 Kirk。前不久呢，我跟 Kirk 一起在中山的街头做了一期街访，然后这个期间我们就注意到很多路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呢，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说逻辑不够清晰，用词不够准确，叙述缺乏条理等等。今天呢，我们就决定做一期播客来专门探讨一下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在表达能力上可能存在不足。你在路上撞到一个路人的时候，你很难跟他就切入主题，让他理解你的意图啊，理解你的问题，然后他还要发表他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似乎不是一个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一个任务吧。就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就每一次我抓到一个路人时，我会跟他解释，我们是一个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频道，然后他们都会瞪着一双茫然的眼睛看着我，我不会英文，我就觉得我说了半天他没听懂我的意思。对，他们总是认为他们要讲英文跟外国人讲英文，就是完全就理解错了。还有就是表达比较发散，就是他需要用很多不同的词汇去表达一个很简单的思想，然后这些词汇还不能连贯起来成为一个句子，就是你发现很多人在表达的时候是说的话是不完整的。我觉得这种问题全世界的人都有反复的表达重复一个观点，我觉得全世界很多人，我接触不同国家人好像都有这个问题。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中国人比较严重还是外国人比较严重。就像你说的，我也很认同全世界的人都会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有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跟其他国家的不一样。首先我们不被鼓励去表达自己，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你表达个人观点的时候没有得到鼓励，没有正反馈，都是负面的。然后我们有一种填鸭式的教育，就是别人灌输一些概念和观念在你的脑子里边，然后实际上你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把它复述出来，你把它背出来，并不是你自己思考的结果。你背过书吗？我背过，所以我极其讨厌背书。尤其是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我抄了很多次书，因为老师对你的一种惩罚，就是你做错了一道题，他对你的惩罚就是抄写。我曾经就抄过一整本语文书，从那个文章到后面的题目和标点符号，所有的东西全部抄下来，所以我极其讨厌看到语文书。我觉得是一种无意义的惩罚呀。我们中国人是觉得是有意义的，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的那个以前的教材三字经啊什么的东西，它主要就强调的是要背要抄这些概念，对吧？你不断的重复，然后你这样你的经典就能灌输到你的脑子里去了，然后这些都是古代人的智慧，古代人的知识，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比起你个人的观点来说他们更重要。就是你在不断抄写的途中，你就能学到知识，这是他们所认为的学习。你知道我们在初中的时候是怎么上历史课的吗？就是我们在初中的时候，主要的科目就是数学、英文，然后语文这些嘛，然后政治、历史这些都是副课，所以在上历史课的时候，通常就是一个老师在上面讲历史，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讲，这个画一下重点，那个是要考试的，然后我们就在下面
一边听一边打瞌睡。其实他就是想要让我们把重点记下来，以防考试的时候要考到这些点。从来没有讨论或者说跟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个就是我们上历史课的一个场景。没有讨论的空间，没有发表你自己个人看法的空间。其实社会不大鼓励就是普通人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吧？我们一般都是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对某一个事物啊，比如说一些社会的公共的话题，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答案。包括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都是一个标准答案，很少有人会鼓励你提出一个就是跟大家意见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一旦你讲出了你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方会嘲笑你说，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幼稚呀？这个事情已经有了一个定论了，你怎么还能有你自己的看法呢？如果我们不按一个统一的想法、统一的方针行事，那么这个团体就会乱，对吧？就不能扭成一股绳子一起用力，对吧？对，就是大家在一个发力点上一起发力，好像就能做了一件就能把金字塔建起来了。大家要努力向一个方向建，就不像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巴别塔，它是一个通天塔，它要通到天堂去。但是呢，被上帝看到了，他就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们人类要造反了是怎样？他就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就大家就乱了，没有办法沟通交流了，然后没有办法协作了，就建不好这个塔。我感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大家讲一个语言，要统一的一个思维，向一个地方努力，然后这个塔通天塔就会建好了。我就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一种文化氛围在里面。什么样的人他会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少数群体。你是一个同性恋，可能你是一个残疾人，可能你是一个说话结巴的人，他们其实是很有表达欲望的，但是没有人想听他们的说法。就像我之前跟你有做过一期podcast， 我就讲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学校里边，你到学校里面去，你都不能穿跟大家不一样的衣服，就算你戴一个帽子，你戴一个眼镜，你身上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事物，别人都会另眼相看。你可以在西方社会，你看到他们会别一个彩虹旗，或者别一个什么符号去表达你的身份，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你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对吧？你想表达一下自己，就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都会被视为是怪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应该引起大家反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就是这样的少数群体或者这样不一样的群体来说话。我觉得不仅是少数群体不能说话吧，就是大家其实都懒得表达了，就是懒得有想法了。你一有想法，你就是少数群体了。就是大家是同一个想法，我们是一个集体的时候，我们是有共识的。当你有共识的时候，你还要表达什么呀？你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一个大事上面。很多人觉得日本人很坏，我们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就是电视上有很多抗日剧，对吧？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他们确实入侵了中国，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后他们在中国犯了很多就是战争罪行嘛。但是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们的上一辈人或者是某一个团体在中国犯了一些战争罪行，你就否定了整个群体，就说他们都是坏人。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就特别容易接受一些很简单的概念，日本人都是坏人，一句话就把别人否定了，我们都不去思考了，那我们又怎么去表达更复杂的看法？而当你表达这个看法的时候，哇，那你就是触犯了一个禁忌啊，就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你觉得它是错的，那你就是很奇怪啊，你就被孤立了呀。还有就是好像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也并不被鼓励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情感吧。我们有一句古话叫食不言寝不语，这个我想你应该听过吧，就是吃饭的时候如果小孩子在说话的话，父母可能会说小孩子不要说话，
我的家庭氛围是我从小到大，我感觉是不管是小家庭，就是我和我父母，还是一个大家庭，就是我父母还有我爷爷奶奶，还有一些舅舅啊，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认为他们说话是不停的说的，但是我们这些小辈的人，还有女人说话的重量就相对于比较轻了，我们就是不能讲话的，因为我们的观点嘛，他们看来就是很幼稚的。怎么说呢？我没有办法平起平坐的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表达。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服从文化，就是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庭里，还是走入职场，我们都被教育要尊重权威、尊老爱幼、尊敬老师，所以在老师说了什么话的时候，或者做错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指出来。这个就导致，即使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不敢表达出来，因为我们怕被批评。你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然后你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工作，你怎么去锻炼你的表达能力呢？我觉得这里应该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对，或者是锻炼你的独立思考能力，因为你从小你不同的想法可能就会被惩罚，或者是被打压，所以长大之后你也就学会了，当别人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按照大家所提供的那个标准答案来回答。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时我们在做那个街访的时候，我们不是问你觉得大家为什么要美白呢？就有一个人回答说，因为好看呀，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然后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这里面背后是有一个逻辑的，自古以来他说的就是因为很久以前他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也应该是这样，那以后也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有任何的变化，不应该去质疑它，不应该去思考它，就有这么一层逻辑和意思在里边，对吧？像这样的概念我们经常的运用，当你在运用这些词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放弃了你自己思考的空间，放弃你自己思考的权利。我觉得这也是阻碍我们表达能力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街头采访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别难，找到愿意上进的男生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相对来说，他们好像性格更含蓄一点。哇，这都不是含蓄，因为我们从小长大就受到打压啊，因为我们不能去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你跟几个男的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就很酷，我们都是 brother， 我们是一群兄弟，一起坐在桥上看路过的女人，给这些女人打分。假如说你想表达一个不一样的观点，你说有一个路过的男人长得很帅，那其他人怎么看你？这是一个特别不酷的行为，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觉得胸大女人好看，你为什么觉得男人好看？我觉得还有就是一群男人坐在一起聊自己的感情问题，聊自己的一些挫折，然后可能这个就很不酷，然后还有就是会觉得有点娘。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男权社会长大，就是男性统治的地位长大，你觉得就是细腻的思维是属于女性的，是很阴柔的一部分。尤其是你使用一些复杂的词汇的时候，就说我今天感觉有点忧郁啊，就是别人都觉得你在开玩笑，你在讽刺你一个男人，你怎么会觉得你忧郁呢？你不是都应该很强硬的感觉吗？任何困难你都能克服的吗？就我们推崇一种那种强硬的、强势的男人的那种形象。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忧郁的时候，他有伤感的时候，他也想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但是他讲不出来呀，他说不出来呀。对男的来说，就是不管你生活的多累，你的内心多脆弱，你多想大哭一场，你都不能说出来，你必须伪装你自己很强硬的样子。你从文学上也可以看出来，你什么时候看了一个书里面或者一个电影里面有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一个脆弱的男人的形象，而且他还是正面的，没有。你们都不想变成这类型的男人，你就一直在那装酷，你酷装久了，你就忘了怎么去表达你自己，你怎么去表达抒发你的情感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任何事情我都要维持自己一个很酷的样子。那我也想问你啊，除了我们在街头采访时碰到的这些路人，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你身边的人有哪一些表达上存在的问题？有啊，有啊，对一些价值发表看法，对一些事物或者是一些事情发表看法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他完全没有一个答案，所以你接访的时候，你也是问这类型的社会话题，对吧？就是你突然问他的时候，他去搜索大脑里边有没有这段信息，或者说他在书上啊、电视上或者听别人讲过啊这样的话题，我觉得一般人很难马上的想到怎么回答你，所以这就是造成了很多表达和沟通的困难的地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也不是他们表达能力的问题了，就是他们对这个事物其实并没有什么看法。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表达能力，嗯、整体来说不够好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很多知识的只乏。你的知识就很碎片化，比如说我们在成年以后，你从学校出来，你学到一些，只言片语式的知识，就是抖音上面看到一些东西，然后这些就成了你的知识。当你要连贯的表述自己的看法的时候，说出一套有系统性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困难。你的大脑在计算，你在搜索一些能用的内容，但是那些知识都是从短视频啊，或者是说你在等巴士的时候，看那个巴士上面有一句广告说，什么什么一句话一句词汇，你在搜索那些东西，你要把它组成一个完整的表达还是很难的。你觉得现在这种网络的普及以及短视频的普及使用，对于大家表达能力是有好处还是坏处？我觉得有好有坏，比如说它可能会激发你对知识的一种好奇，激发你对知识的一种欲望。有它的时候，你能从它里面看到一些你以前都没想过你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历史性的话题，你之前对历史不感兴趣，但是你看了一个短视频，某一个历史人物，它能激起你的兴趣，让你去学习。但是另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些短视频都很短，你也不知道它提供的知识是真的是那种有意义的知识吗？还是说只是某种为了博眼球而做出来的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娱乐性的东西？我不是说娱乐不能学习，就是你在娱乐的时候，这个超短的10秒之内，你能学到什么东西呢？还是说你哈哈一笑了，大脑一片空白就完成了？我就觉得这也是短视频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你像短视频里面那样说话的话，你会觉得很难表达自己。当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就说：“哎呀，那个东西就是有一点那个，你知道吗？你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样子的，就那样的感觉。”如果你跟这个内容做互动的话，我觉得它是可以的。如果你只是看完了，看到这个视频刷走，然后看下一个视频又刷走，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帮助的。就哪怕你看书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看完书之后，你没有去回想书里的内容，然后跟别人分享，或者是通过写作的形式来再去回忆，再去发表你对这个书中内容的看法的话，那么你再看再多的书，也可能对你的表达能力帮助不大。毕竟你看的书里面的词汇，它只是一些被动的词汇，你在表达中，你是需要经常的去使用它，才能把这些你所看到的词汇还有思想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网络也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人他本来不敢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各种各样的想法，但在网上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表达你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有好有坏吧。哎，我想问你一个事情啊，就是关于抱怨这个事情，我有注意到西方人会更加喜欢表达自己的抱怨，就比如说他对某一个服务或者某一件事情不满意的时候，即使他觉得对方会不舒服，他也会说出来。但是中国人好像不太会去说出来。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很多饭店里都有禁止吸烟这样的一个标志，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中国餐厅里面，老板都不会跟顾客说你不要吸烟。所以我去到的每一家中餐厅里面都会有人吸烟，但你会发现很少会有其他的客人去指出这一点，跟老板说，或者是直接跟这个顾客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抽烟？老实说，我也挣扎过很多次，就是我会在心里骂他，然后但是到后面也有一次，我鼓起了勇气，我就跟我邻桌的那个男的说，我说帅哥，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吸烟，因为影响到了我。然后对方其实他很能够接受，他反而觉得不好意思，
我不应该吸烟啊，我就吸掉了。所以我觉得是大家如果都指出来的话，就是都去勇敢的站出来面对这种冲突的话，也许这种事情就会少了。这种事情往往会导致冲突。当你提出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丢面子啊，或者是觉得你是在攻击别人，就会上升到矛盾。这就是为什么你说大家不出来就指出，因为我们都躲着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躲着这样的矛盾，不想它变成一个，不想它爆发成为冲突。对，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选择不沟通的，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然后这些问题可能就一再积累，最后就如果是夫妻的话，就直接就离婚了。他并不是因为当下吵的那一件事情而离婚，可能是很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情绪突然爆发，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从来就没有过顺畅的沟通，可能就从来没有过沟通。我觉得表达在这里特别重要。就比如说，两夫妻在一起，在性方面有一些不同的需求，也许这个女生她喜欢被虐待，但是这个男生不知道，就是他的有些性癖，一些 fetish， 他想做这个事情，但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不就造成了生活的矛盾吗？他们就因此吵架，可能最后会离婚。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直以来也很想要提高我自己的表达能力嘛，不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然后在语言学习这方面，我就会发现很多人会特别的看重自己有多大的词汇量。然后我就想，其实这个跟词汇量大小虽然有关系，但不是最大的关系。我觉得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是否强，在于他是否对一件事情进行过很深度的思考。因为你思考的时候，你肯定是用一些词汇去思考的嘛。哎，你说这个词汇量的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事，就是大家都知道成龙吧？成龙其实他的英文是相当的普通，相当一般，他的词汇量很小的一个，因为英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嘛，然后他也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学习。但我发现他这个人表达能力特别的强，就是他在被柯南采访的时候，那我记得他讲说，他好像是跟一群 biker， 就是骑摩托车的人，就是像是一个帮派一样的人发生了冲突，然后他们打起来了。他好像把他们的摩托车踢倒了，他就一脚踢上去，那个摩托车咚咚咚咚咚咚。他用英文词汇去表达，其实是非常不连贯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但是他用了很多拟声词，加上他的动作，让人就很直观的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我觉得他的英文是最 broken 的，但是他讲出来的那个概念是，就是让你能看到画面的，其实是很栩栩如生的，非常好的一种表达。这个节目效果是非常的好，他讲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让你好像在看了一出典型的成龙的电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管普通人的词汇量有多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能很流畅、很顺畅的用中文来表达一个事情，但很少有人能像成龙这个样子，把这个事情活灵活现的、非常形象的，就是表达给其他人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天赋。首先他自己脑子里有一个画面，然后他表达时是充满热情的，就是他很希望将他那一幅画面用他的词汇或者是肢体语言传达给观众。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就是他有表达欲望，并且他在试图尝试不同的办法来表达给大家。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啊，你不要害怕去表达，就是当你讲的不好的时候，你讲的支离破碎的时候，你也不要去回避去表达。这个点蛮好的，就是不要害怕表达。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我们缺乏练习，缺乏练习。那么，如果你害怕表达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练习的机会了。你这样想吗？有很多学中文的外国人，他们其实他刚刚学习的时候，他表达出来特别困难，他怎么连一句连续的话都说不出来，但他还是在努力的跟你讲。那很多中国人对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耐心的。但是呢，反过来呢，中国人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又特别害怕说自己英文讲的不好，他不敢跟别人讲。你要意识到，你每个人都是从孩子到成年人，从没有知识到有知识这个阶段，你就要努力的去尝试跟别人沟通，就你让别人看到你在努力，就好像成龙那个样子。说到这个，你觉得中国人是不是对于别人的表达缺乏耐心？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外国人的例子，
我就发现，假设我跟一个外国人出去吃饭点菜，然后这个外国人呢刚好会一点点中文，他就会跟这个服务员交流，然后这个服务员直接就是不听，他就会看向我，期待我去帮他翻译。如果大家都对这样的不好的表达缺乏耐心的话，其实也是打压这种表达的欲望。是的，我也想说一个例子，就是你知道大山吧，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在中国说相声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对吧？他都已经在那个央视春晚里面表演了，说明他的中文能力是相当的好了，对吧？但是他出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当他们都在用中文讲了一大段话之后，还要跟他说：哇，你的中文讲得真好。就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感觉是一种赞扬，没有感觉是一种鼓励，就说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了，能够讲相声了，你对我的评价还是你这个外国人讲的中文讲的真好。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外国人他的中文很好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表达能力是比一些中国人还要好的。就比如说大山，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是没有办法超过他的表达能力的，我觉得我是自愧不如的，虽然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觉得他首先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束缚，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在学习，我们就浸在这个文化像水池一样，我们浸在这个水池里面。这个文化有好的地方，积极的地方，也有负面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有很多隐晦的东西，我们不能学习的东西，别人不会教你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不会去探索。因为文化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句话，自古以来你不会去深究这个问题。但是对外国人来说呢，他是没有这个文化束缚的，他可以无忧无虑的去，没有任何禁忌的去学习这个文化。而且在他学习的过程中，别人也不会打压他，就是说 OK，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还要问呢？但是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外国人，我本来就是一个学生，我本来就在学习这个文化，所以我可以完全的去探索，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文化。比如说对同一个事物的一段历史的看法，我们中国人已经有一个成型的自古以来的看法了，那只是一个角度，对吧？但是外国人看这个事情，他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些外国人，当他真正沉浸在学习中国文化里面的时候，他的优势在哪里？就是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导致了他的表达能力更好。而且我觉得相对来说他们会更加爱表达观点，就像你说的，他们没有从小的这个文化束缚，他们是被鼓励去表达的，所以只是转换了一个语言而已。他如果在英文的这个语言当中很擅长表达自己，那么中文只是换了一个语言而已，他会去学习同样的类似的词汇来表达他在英文里面想要表达的思想。就是在我接受了很多英文的内容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会用英文去思考。那我在跟中国人想要表达我从英文世界里面学来的知识，我会试图去用中文表达，我会去把它翻译过来。当你学习了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外国的概念你把它引入中国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了。这其实也是拓宽了中国人的思维，拓宽了中国人的表达能力。当你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其实加强了你本身的文化。一个能包容就是吸纳外来文化的文化，它是在发展，它是进步的。可能中国在某些方面确实在包容方面做得不够好，就像我们所说的，其实对外国的了解是非常非常狭隘，非常少。好，那我们也再接再厉，可以继续去提高我们的表达。今天这个话题本身对我自己就帮助挺大的吧，让我就是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维，还有就是提升我自己的表达能力吧，我觉得。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结束吧。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一定要记得给我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聊别的话题。好，拜拜。好，再见。